秦淮，你借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就不怕还不上吗？如果我说钱马上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，你信吗？钱会变成最没用的东西？你在开玩笑吧？唐柔显然不相信秦淮说的话，钱可以说是这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。如果没有钱的话，那他爷爷早就因为交不起医疗费死在医院里了。很快你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在开玩笑了。你欠的钱我来替你还，而且你也不用还我。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算我们曾经是同学，也没好到这种份上吧？钱对我来说就跟废纸一样，我可以帮你还债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听到秦淮说有条件，唐柔反而没那么担心了。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有利益交换才让人安心。什么条件？被投入焚烧炉的那一刻，秦淮才意识到自己在极寒末世被冻僵并不是死亡，只是感知变弱，烈火灼身但无法挣扎时，他看到女朋友周晓会被别的男人搂在怀里，嘲笑着他。恭喜宿主末世回溯成功，现在时间极寒末世前7天，检测到宿主强烈的生存意愿，女神降临系统开启。什么声音？我不是死了吗？宿主成功邀请系统指定女神定居避难所后，便可获得1次升级奖励机会。新手大礼包已开启，宿主住所已成功升级成末世避难所。秦淮巡视一圈，发现家里空间大了许多，更重要的是，房子被全方面的升级了一遍，不用担心会断电和会被人暴力强拆的问题。虽然恨不得立刻找到那2个狗男女碎尸万段，但重活一次只有7天时间，我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，活下去。这点空间还不够用，需要邀请女神入住才能升级。系统，你说的女神是谁？在哪？雷级女神唐柔。成功邀请唐柔入住避难所后，可获得系统奖励1次。女神评价等级越高，奖励越丰富。女神必须在末世降临前成功入住，否则该女神线将永久关闭。居然是她，我暗恋过的高中校花唐柔。虽然是老同学，可要是突然对她说7天后末世降临，希望她住到我家里来，肯定会被当成神经病吧。秦淮来到唐柔高中时居住的筒子楼，正在踌躇时，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从他面前走了过来。眼看着那个女人走过去，秦淮鬼使神差地喊了她一声唐柔。那个女人在秦淮面前停下来之后，仔细地看了看他。秦淮。听到对方叫出自己的名字来，秦淮这才松了口气。面前的这个女人正是唐柔，系统让他邀请的 A 级女神。真的是你啊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找人吗？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找我？虽说2个人曾经是高中的同学，但这么多年没联系过了。唐柔很纳闷秦淮突然找来的目的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其实，正当秦淮想找个借口的时候，发现唐柔的脸色大变。秦淮向他看的方向看去，只见3、4个男人正凶神恶煞的从一辆面包车上走了下来。唐柔，该还钱了。张哥。几个人走到2人面前，领头的张哥瞥了一眼秦淮，就转向唐柔。我已经给你足够长的时间了，但你老是欠钱不还，那也不是个事儿。张哥，钱我快攒够了，我爷爷还在住院，再宽限我1个月时间可以吗？臭丫头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唐柔被对放下的强忍眼泪。小妹妹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张哥，我不是每个月都还着你2000多块钱吗？那钱只不过是利息和罚息而已，时间拖得越久，罚息就越多，所以你要趁对早还清。可一下子让我拿8万块钱，我拿不出来啊。秦淮感觉不对劲，这不就是套路贷吗？1个月不算本金就得还2000多，这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？张哥，我能借你点钱花花吗？张哥本来没把旁边的秦淮给当回事，就算他是唐柔的男朋友又能怎么样？难道还能一下子帮他还这么多的钱不成？这人一看就是个穷小子。借钱，你要借多少？你能借多少，我就借多少。张哥眼前一亮，碰到大客户了。他不怕对方借钱多，反正有的是办法让他把钱吐出来，而且借的越多，利息也就越高，那他们赚的也就更多。秦淮，你……唐柔本来想劝说一下他不要借钱，但秦淮却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。身份证带了吗？我先帮你查查看能不能借。带了。秦淮说完后，就把身份证递给了那个张哥。他一番捣鼓之后，看着秦淮说道：“你想借多少？能给你下20万左右。”那就全给我下了吧。张哥听完愣了一下，这年轻人看起来也不像是能捅这么大窟窿的人，怎么敢一下子借这么多钱？不过借再多钱的人他也见过，20万不过是毛毛雨而已。行，你等下跟我一起回公司，我帮你下款。妹子，哥再给你2天时间考虑，之后你还凑不到钱还我，那就只能按合同上所写的来办了。张哥，那你们先走，我一会儿过去。秦淮对着张哥说完话，张哥就带着人开车离开了筒子楼。秦淮，你借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就不怕还不上吗？如果我说钱马上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，你信吗？钱会变成最没用的东西？你在开玩笑吧？
唐柔显然不相信秦淮说的话，钱可以说是这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，如果没有钱的话，那他爷爷早就因为交不起医疗费死在医院里了。很快你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在开玩笑了。你欠的钱我来替你还，而且你也不用还我。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算我们曾经是同学，也没好到这种份上吧？钱对我来说就跟废纸一样，我可以帮你还债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听到秦淮说有条件，唐柔反而没那么担心了。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有利益交换才让人安心。什么条件？秦淮想到了一个没那么离谱的理由。我缺个家政服务，那几万块钱就当是预支给你的工资，如何？唐柔犹豫了，8万块钱，他至少要不吃不喝1年多才能攒够。对不起，我不用着急回答我，我先还清你的债务，你再决定。听到秦淮并没有强迫自己的意思，唐柔这才完全的放心下来。谢谢。说完后，秦淮便去了张哥的公司借款。兄弟，我可提前跟你说好了，这钱要是还不上，光是利息就得每个月5000多块钱。要是连利息都还不上，可就别怪我们对你使手段了。放心，张哥，我一定会按时还钱。秦淮出了张哥的公司后，脸色大变，阴沉如水。我和他们结下了梁子，等末世来临，他们可能会来找我麻烦。到时候如果他们识相的话，那就是井水不犯河水。要是非要来找死，我也不介意提前送他们去死。秦淮拿到钱之后，便去唐柔的家里送钱。秦淮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，这钱我会按月分期还你。女神姑奶奶，你早点入住我家就是报答我了，不用那么放在心上，说不定几天后我得靠你帮忙才能活下去了。什么？那到时候我养你？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暂时没了，唐柔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了些。那咱可就说好了，以后我就靠你养活了。没问题。其实唐柔这8万块钱可以不用还，毕竟再过7天，钱将会成为废纸，还不如趁现在用这些钱多囤积些物资。可是不帮唐柔还债，那他就欠不了自己人情，也就没理由邀请他去自己的避难所住下。想到末世即将来临，秦淮意识到时间不能再耽搁。秦淮叫上唐柔来到本地最大的星月商场，传闻是老董事长的孙女亲自管理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强人。秦淮走到商场卖生活百货区，一个长相甜美的导购员走了过来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能帮得上您？我想问一下，要是买的东西多，你们管送吗？当然可以，先生，不过我们只免费配送一定的公里数，超过这个范围就要收取费用。那要是我买10万块钱的东西回去呢？10万块？您刚才说的是要买10万块的东西吗？没错，我要买10万块的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。先生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导购员的第一反应是这小子在逗自己玩，哪有人一下子买这么多生活必需品？就算是慈善捐赠，那一次买个1-2万块钱也不少了，毕竟这些东西储存和运输都是问题。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多长时间能帮我凑齐？对不起，先生，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，我去帮您把经理叫来。虽然有可能会是顾客的玩笑，但万一是真的采购呢？这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导购员能处理的。与此同时，商场的现任董事长宋月月正在经理室内听着属下赵经理的汇报。经理，没看到正在开会吗？有什么事情等下再说。什么事？听到老板都发话，导购员给自己壮了壮胆。外面有个人说要花10万块买些生活必需品，我拿不定主意，所以就想过来问问经理。蠢货，这种话一听就知道是在逗你玩，你居然当真的听进去了，把他直接撵走。等一下，董事长，您不知道这个蠢货刚来没多久的，规矩还不太懂。您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加强培训，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。原本他觉得自己会受到老板宋月月的表扬，却弄巧成拙。赵经理，我爷爷那么器重你，你就是这么管理商场的吗？董事长，我……秃头胖子的冷汗都快要流了下来，这下子真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。您不常来商场不知道，像这种没事找事的闲人多了去了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给撵走，以免下次还来商场里面捣乱。只要进了这家商场，那就是客人，哪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？董事长说的是，我以后一定多多注意。你说的那个客人在什么地方？带我过去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先生，这位是我们商场的董事长，您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跟他说。你好，我是宋月月。 S 级女神宋月月，因女神级别较高，成功邀请宋月月入住避难所后，可获得系统5倍奖励。时间限制：末世开启前邀请成功，否则将关闭此条女神线。宋月月在打完招呼之后，就看到秦淮的眼神像是失焦了一样，盯着自己。先生。宋月月刚说出自己的名字，秦淮便听到了系统的提示。没想到的是，宋月月竟然会是 S 级女神，而且还会有5倍奖励。奖励如此丰厚，可见攻略难度并不是一般的高。对方还是白富美，怎么可能会听自己这种普通打工仔的话？你好，我叫秦淮。
秦先生，刚才我听导购员说您要买东西是吗？没错，导购员说您是要买10万块钱的货。宋月月其实根本就没把10万块放在眼里，她之所以会主动出来见秦淮，一来是为了维护商场的形象，二来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日用品。10万块起吧，你们多久能帮我把货送回家？宋月月觉得他并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东西都存放在仓库，库存量我得派人查一下才能知道。如果需要调配，最多不超过3天。3天时间倒是也还来得及。秦先生，东西会按时给您送到，不过货款要提前结。没问题，钱我带来了。这操作，即便是见多了世面的宋月月，也不免开始对面前的这个男人好奇起来。谁家好人会在买粮油的时候身上带这么多的现金？秦先生，按理来说我不应该多嘴，但我实在是好奇您一下子买这么多东西是为什么？现在又不缺粮食，采购又很方便，完全没必要一下子囤积这么多物资。如果我说再过不久末世降临，人们会因为抢夺一袋方便面而打得你死我活，你会相信吗？秦淮说的很是严肃认真，宋月月看得有些吃了，就好像秦淮真的经历过他讲述的末世。我刚才是胡乱瞎说的，你没有当真吧？差点我就相信了呢。防患于未然嘛，万一真要是有这么一天，有这些物资在，至少也能顶得上一阵子。董事长，本地仓库的库存已经整理好了。秦先生，您的需求我们需要借调货物，2天左右能送到。那就先把仓库里有的给我送过去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安排人去做。眼看秦淮要走，宋月月急忙叫住了他。秦先生，我们相互留个联系方式，要是货物上有什么问题，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。秦淮正愁不知道该如何攻略宋月月这个 S 级女神，没想到对方居然主动跟自己要起了联系方式。那就麻烦董事长了。董事长，您竟然把私人联系方式给了他，这人肯定脑子有问题。他收货地址的那个小区，100平以上的房型都没有，货到了放哪都不知道。宋月月听到有些意外，她以为秦淮至少有个大仓库，没想到竟然直接送到她住的家里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？看着屏幕上显示的人名，让秦淮瞬间想到了前世死前的画面。打电话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曾经视为珍宝的女朋友周小慧。重生2天了，周小慧都没给自己打过电话，眼里根本没有他。秦淮果断按下了挂断键。周小慧一脸不相信地看着自己的手机，接连打了几次都被秦淮挂断。小慧，秦淮怎么敢不接你的电话？我看就是你平常对他太好了，他才这么肆无忌惮。要我说啊，你还是赶紧跟他分手算了，反正你也不缺舔狗。周小慧内心有些慌乱，她现在可是选好了要买的名牌包，正等着付账。秦淮要是不给她转账的话，难道要让她再把包包放回去吗？她可丢不起这个人。你们谁能借我点钱吗？等秦淮转过来，我就还给你们。一听到周小慧要找他们借钱，闺蜜们瞬间就没了声音。我哪有钱啊？我又不像你还有个男朋友养。最近我过得紧巴巴的，没钱能借给你。丢面子可不行。周小慧暗自咬了咬牙，透支信用卡又刷了1万多块钱。这钱必须得让秦淮那个舔狗帮我垫上才行。秦淮还不回你，不会有别的女人了吧？不可能，谁会看上那个废物？那可说不好，要不去他家看看。秦淮提前关闭了系统空间，现在房间看上去还是原本不足100平的大小。唐柔走进来后并没有触发系统奖励，难道必须明确入住才能触发吗？这里放不开你刚刚采购的物资吧？我自有办法。那我先开始打扫房间。这时入户门被人敲得砰砰作响。秦淮，你不要在里面不吭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不认识我啦？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？就算你化成了灰，我都能认得出来你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不接？不想接。你这是什么语气？你是想分手吗？周小慧说完之后不以为意，她预见到秦淮会像以前那样哭着喊着挽留她。可以分手吧。周小慧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她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秦淮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要跟我分手？是的，我们分手了。秦淮说完毫不在乎地关上了大门。秦淮，你个混蛋，给我把门打开！可恶，秦淮，你敢让我丢人？你给我等着！周小慧3人离开后，秦淮才把空间关闭。从空间里出来的唐柔像睡了个午觉醒来，全然不知刚刚发生了什么。她认真打扫完便离开了。次日一大清早，秦淮被手机震动声给吵醒了过来。秦淮，你无故旷工2天，30分钟之内你要是还没过来，你就别干了。秦淮，说好30分钟，现在已经迟到1小时了。你喊什么喊？全公司就显着你有嗓子是吧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经理没想到秦淮这个老实人突然性情大变。我说你就是个傻逼，老子不干了。
秦淮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被开除了。记住，是我开除你，不是你开除我。秦淮还想追着经理骂几句，这时物流电话打断了他。秦先生，新到了一车物资，现在方便给您送过去吗？秦淮狠狠地瞪了一眼经理，火没全发完，但是末世来临，迫在眉睫，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秦淮大步离开公司，工人们觉得奇怪，他们都已经把物资送到了楼上，秦淮却只让放在门口。秦淮非常谨慎，自己的房子外面看起来小，打开系统空间后能瞬间大上几倍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这可就要成为网红打卡点了。周小慧挽着一个刀疤脸走来，秦淮不动声色地关上房门，狠狠盯着走来的狗男女。海哥，就是这小子欺负我。小子，你嫌命长是不是？我的女人你也敢欺负？海哥，帮我狠狠地教训秦淮一顿。放心，宝贝，我让他向你磕头认错。面对强壮的海哥，秦淮体型上没有优势，但是他毫不惧怕。上一世就是这个海哥伙同周小慧，把自己送进了焚化炉。你们没经历过真正的炼狱，可我是经历过的。先发制人，秦淮拿起了手旁一袋面粉，狠狠地朝着海哥的脑袋砸了过去。面粉砸下来，海哥整个人向后踉跄，秦淮直接骑到海哥的身上，一只手抓着他的衣服，另外一只手便开始疯狂捶骨头。你们不是要教训我吗？来呀！看着疯子一样的秦淮，周小慧立马怂了。疯子，真是个疯子！难道之前那个懦弱的秦淮是他的伪装，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？周小慧架着海哥，头也不敢回的逃离了。两人走远后，秦淮才继续一件件把东西搬到房间内。物资到齐后，就算有3个人在，也能吃上一段时间了。秦淮坐到电脑前，把自己写的末世预告发到了网上。接下来就看造化了。宋月月打开了手机，想要看点无聊的东西放松一下。自从他听了秦淮说的话，开始对末世说有了兴趣。古往今来，无数的世界末世预言，却没有一个是真的。这时，手机上一个末世预告的帖子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注意到预告中末世来临的时间居然是4天后。就在宋月月想再回看那个帖子的时候，却发现链接失效了。怎么回事？得把秦淮找来当面问清楚。秦先生，我是宋月月。宋小姐你好。秦先生，之前您说的末世的事情，我挺感兴趣的，可以见面聊聊吗？本来想着去找唐柔再试探一下，没想到宋月月却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这么好的机会，秦淮可不打算放过。S 级女神的系统5倍奖励，他非常期待和需要。秦淮进到餐厅后，宋月月已经等了他一会儿。你看到我发的帖子了？不过没细看就被删除掉了。毕竟太过于煽动性，被删也正常。但宋小姐找我来是相信了。我想问你，如果末世真的4天后降临，为什么没有一点征兆？可能有些人早就收到了消息，避免发生全民恐慌，所以才没有公布吧。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大家，好有所准备？提前多久？是提前几年，还是几个月？这种消息一旦宣布出去，这个世界现有的秩序就会瞬间分崩离析，连半天都维持不下去。可我现在提前知道了，又能做什么呢？秦淮察觉时机合适，开口道：末世降临时，宋小姐来我家里住怎么样？秦淮没有提到自己的系统，他怕被当成疯子。宋月月哪怕会相信末世，也不会相信有人死而复生并且激活了系统。秦先生，如果你做了充足准备，那我能不能把家人叫过去一起住？只能你一个人，不好意思。想好之后给我打电话，不过别太晚了。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这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得完？马上你就会觉得少了。我想邀请唐柔去我那里住一段时间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他住你那儿不回来都行。秦淮不仅帮唐柔还了债，还送了几次物资过来。唐柔奶奶已经默认两人在交往。奶奶。唐柔进入房子的瞬间，系统的声音出现在秦淮的脑袋里。恭喜宿主成功将 A 级女神唐柔邀请到避难所入住，任务完成奖励体质改造液1瓶，服用过后可大幅度改善体质，增强免疫力。SCP-201 手枪1把，无限子弹，奖励已发放，请宿主及时查看。太好了，居然有无限子弹！末世降临后，手中有热武器的人才能活得更久。秦淮，你家怎么突然变这么大？秦淮，你家怎么突然变这么大？秦淮还没想到借口解释，唐柔突然跑到窗前，惊呼：外面下雪了！唐柔打开窗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好冷，怎么回事？温度怎么降低了这么多？唐柔自言自语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的秦淮，他脸色惨白。秦淮知道末世就要降临了。董事长，外面变天了，您多穿点，小心冻感冒。你说什么？变天了？是啊，奇怪的很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就下雪了，这鬼天气可真是的。在秘书抱怨的同时，宋月月打开窗户，一股冷风夹着雪花迎面吹来。秦淮说的是真的。近日，全球出现极端天气，请大家不要过于恐慌。极端天气只是暂时的，再过几天就会完全消失。听着电视里播放的新闻，秦淮忍不住冷笑。
你刷到哄抢物资的视频没？你是不是提前知道天气会异常？不是天气异常，是末世。什么？我不相信，我要回家陪爷爷奶奶。唐柔起身就要离开秦淮家，秦淮叫住他，又拿出几件羽绒服。我只能救你一个人。唐柔出了秦淮家，才感受到外面刺骨的寒意。超市里全是哄抢物资的人，唐柔不敢在路上多做停留，一路朝着自己家狂奔。月月，我接到消息说咱们商场的东西都快卖完了，这下咱们可赚大了。爸，赶紧让人关闭仓库，不要再往外卖了。咱们是商人，不卖货干什么？天气越来越冷，仓库清空了，咱们没有物资了，该怎么办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关闭仓库。宋月月又去找了爷爷，坦白一切。爷爷劝宋月月投奔秦淮，宋月月不舍离开。3天后，几乎同一时间，全球各地都降到零下40度。难道是唐柔回来了？秦淮带着疑问走到门口，通过猫眼向外看去，居然是宋月月在外面。宋月月进门之后，系统声音却没有响起。难道是他来的太晚了吗？女神任务线已经关闭了。宋月月被秦淮家内部的面积震惊。你这里比想象的大多了，一个人住吗？暂时是我一个人。末世真的降临了，我也能借住在这吗？当然欢迎。恭喜宿主成功将 S 级女神宋月月邀请到避难所入住，任务完成奖励空间链接，避难所可链接到宿主想去的任意地点。秦淮在系统界面上点击宋家仓库，秦淮和宋月月瞬间转移到仓库中。宋月月捂住嘴巴，不敢相信。周小慧和海哥被冻醒了。周小慧的手机屏幕上，全球各地的新闻都在滚动，播出极寒新闻。海哥，怎么这么冷？海哥去开暖气，却毫无反应。暖气坏了。海哥拿起手机想叫物业，却发现手机根本没信号。怎么回事？海哥走到窗边，看到外面的景象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一片白茫茫，能见度不足10米，街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呼啸的风雪。这是怎么了？周小慧也凑到窗边，脸色煞白。海哥打开电视，所有频道都在播报紧急新闻。别慌，我们得离开这儿。去哪？我在郊区有栋别墅，那里应该安全。海哥说着就开始收拾东西，却发现家里根本没什么吃的，冰箱里只有几个鸡蛋和一瓶牛奶。该死！海哥，我们没吃的了。我知道，先离开这儿再说。两人裹上最后的衣服，冲出房门。街道上一片混乱，到处是惊慌逃命的人群，车子摇摇晃晃地开出市区。郊外情况稍好，但气温更低了，车窗上结了厚厚一层冰。海哥心里清楚，别墅里也没多少物资，最多撑3-5天。然后呢？他不敢想。车子终于开到别墅区，油箱也彻底空了。两人冲进屋里，可屋里同样停了电，冷得像个冰窖。海哥翻出几床被子裹在身上。怎么这么冷？周小慧翻遍厨房，只找到一包泡面和几瓶矿泉水。就这些？凑合吧。周小慧两人的处境越来越糟，泡面吃完了，谁也喝光了。别墅里零下30度，两人挤在一堆被子里，冻得牙齿都在打颤。海哥，我饿。我也饿，但外面那么冷，怎么出去？那我们就等死吗？你不是有钱吗？你不是开保时捷吗？现在呢？你以为我想这样？谁知道这鬼天气会变成这样？两人大声争吵，周小慧坐在一旁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她后悔了，如果当初没跟秦淮分手，现在会不会好一点？秦淮那个穷鬼能有什么办法？说不定早死了。秦淮的空间链接到唐柔家，唐柔可以定时给爷爷奶奶送物资，于是放心地入住秦淮家。三人正在商议加固宋家城北仓库的方案。今天还吃火锅吗？我家城北仓库里有海鲜冻品，今天吃海鲜火锅吧。我去取。我知道去哪找吃的了。哪里？我想起来了，宋家那个新月商场的仓库在这附近。我之前路过，看到好多卡车往那边运东西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啊！可是车没油了，难道要走过去？两人裹上所有能穿的衣服，冲出了别墅。外面的风雪更大了，能见度不足5米。我不行了，我走不动了。海哥走在前面，用快没电的手机照着路。该死！就在这时，两人看到远处有一丝光亮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拼命朝那个方向跑去。越来越近，他们终于看清了，那是一扇巨大的金属门，门上的排气口正往外冒着丝丝热气。是暖气，里面有暖气。海哥冲上去，疯狂地拍打金属门。开门，里面的人听见了吗？门内毫无回应，只有一个冰冷的监控摄像头静静地对着他们。监控室里，秦淮看着屏幕上这两个狗男女狼狈的身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。他端起一杯热咖啡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。里面的人，我是海哥，我爸是海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你开门，我给你钱，给你很多钱。钱？在末世，这东西跟废纸有什么区别？秦淮按下了对讲机按钮。海哥，秦淮冰冷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了出去。你是谁？是秦淮。别拉我，你自己死在这算了。
你要丢下我？难道要我们两个一起死吗？里面的人可是恨你恨得牙痒。你不是说爱我吗？哎，周小慧，你真以为我喜欢你？我不过是玩玩罢了。周小慧的脸瞬间血色尽失，秦淮从来没这样对她说过话，哪怕是她提分手的时候，秦淮也只是沉默的关门。我真傻，我真的好傻。周小慧走到门前，抬起冻僵的手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秦淮，求你了，开门吧，我快冻死了。但秦淮早已离开仓库，听不到他的求饶。